哇塞，呵，整体的手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个硬壳啊，就可以像一个小的操作平台一样，就吸回去了，往后面一放，又可以继续钓鱼啦。嗨，大家好，欢迎回到 Bass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我是 Jerry。有多少人玩路亚是因为对路亚对象鱼本身着迷的？它们的色彩、它们的体型、它们的拉力，想想也要流口水啊！当然，我说的不是吃，大家应该明白啊。我应该是其中一个，从小就非常喜欢各种动物，鱼更是名列我的榜单之首。而要说到路亚目标鱼当中鱼体本身魅力的天花板，那应该是鳟鱼类莫属了，至少淡水里面是这样啊。好了，说这些啊，其实就是为了为最近入手新鳟鱼套装找一个正当理由罢了。那我绝对称不上是专业玩鳟鱼的哈。那之前呢，就是有空的时候，特别是很冷的时候去玩一下鳟鱼，因为流水的话基本上不接边嘛。那我这边的杆子呢是2007年买的这个西马诺北美 Compre 的70的 UL 啊。那轮子的话很长久，一直是用的这个2002版的 Ultegra 当年的这个版本哈，也是我第一台西马诺的纺车卷线器。那像这个 Vanford 的话，也是最近几年才买的哈。那所以从更新来说的话，17年一次应该不算太频繁吧？又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哈。但是跟什么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对于鳟鱼竿来说吉鲁米斯、圣克罗伊、Smith 西马诺、戴瓦、伽马卡茨Megabass 等等都有鳟鱼的钓竿，那不一而足。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决断，直到有一天看到了这个牌子天龙，然后呢又无意间挖掘出了一段故事。它背后这种缘分的感觉瞬间就让我下定决心，就它了。我对这次升级的要求呢，是钓竿轮座部位必须要有硬木的装饰。前面说了鳟鱼的美让鳟鱼路亚是自带意境、自带艺术气息。换言之就是必须是外贸协会的3A 头牌。硬木柄特别是这种木流柄，也就是 bird 那种装饰呢，是最能和鳟鱼的溪流环境匹配的在我看来。加上呢，我本身也喜欢做点木工玩点木头，所以呢是特别喜欢这木纹的纹理和自然的色彩。所以在天龙的杆子里面Spectra 系列属于是一见钟情那种。型号方面呢，我这里目标设定的不是10寸8寸的小娃娃，我有大物的要求。水域呢也不是仅限于很小的小溪管理池，所以这种 Ultralight UAR、SUAR 这种对我呢不是很适合。但是呢，我也不至于什么天天20磅、30磅这种帝王龟这样天天这样钓。它的71 ml 3到18克的饵重就是我中意的款式了。所以呢，这里就是天龙的 Rays Spectra 71 ml CNT。这个竿套的质感非常非常好相当有高级感。哇塞！你看我们做木工的这种，就是特别喜欢木头的，就看到这个手把，I want to touch it so much 。Oh my gosh， 这个手把太漂亮了。然后尾部的侧盖也是这个硬木的，然后金属的固定件，橡胶的尾侧盖，然后名牌尾盖，高级别的软木。真的就是一种这自然古雅的美放在那里就感觉是静静的流淌的感觉。再看这上面的竿胚典型的鳟鱼系，全竿体都有涂装，颜色呢一般看上去是黑色，那阳光下的话是紫色，特别是这个线环角的部分。这种涂装这个整个装帧它和钓竿轮座手柄的古朴美非常的贴合。然后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天龙它是为数不多的在日系竿厂当中钓竿上面做挂钩器的厂家，而且它这个挂钩器是一个折叠式的。你像我这种用惯了美系这种奇怪的挂钩器和日系没有挂钩器的钓竿之后这个折叠式的挂钩器只能说真的是太贴心了。实际使用的时候也是超级方便。关键呢，它让3本钩类的饵离开竿体的足够远不会刮到它的油漆涂层，又永远不会在抛投的时候干扰到因为你可以折叠它。那竿体本身的材料是 CNT Carbon Nanotube 胶碳纳米管它并系采用的是硬龙系，然后呢带对准点。全竿采用的导环是富士钛框的 Torzide，
没错啦，就是 S 家借口货源不足停用的 Torside。作为天龙鳟鱼系的龙头老大，从细节到用料到做工，到整体完工以后的搭配品味，无不彰显着天龙独到的匠心。杆子的力度标注是 ml 啊，很细啊，是属于典型那种鳟鱼竿那种制法，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面条杆，它腰部的韧性真的是1打1的。然后它调子它标的呢是 R 调但是我测下来的话呢，基本上是在中快到中调之间。那具体呢要看我们重鱼之后的表现了。作为它所谓叫做 HD Jerkin Special Custom 就是所谓叫重装抽屉米洛内的专用设定。那这个调子和力度拿捏呢，目前感觉可谓是相当精准的。当然了，这里的重装米诺是相对鳟鱼类特别是西河里面鳟鱼类一般诱饵大小来说了。那到此为止对于这支杆子的开箱印象就是它完全符合我的预计设定。那配什么卷线器呢？性能虽然也很重要，但是这次外观可能更重要。而且外观的话呢，它不能是现代版简约派那种很科幻、很大工业的感觉必须是不能打破这支钓竿自然之美、静静流淌的意境那种外观。那还能有谁呢？当然就是 S 家的最新的 Cardiff XR 了。这款呢是最新的2023 Cardiff XR C2000S。机身呢就是1000的型号，线飞的话是4磅的尼龙线装100米。自重呢是150克，小巧灵活，非常轻便。采用了 MGL 的线架转塔，全封闭防水设计。当然了，外观上它的墨绿的机身，经典的多孔装帧的线杯，然后金色点缀的这个 ARC 的唇还有呢这个软木握丸，就是和钓竿一样，是透着一股自然内敛的美感那软木握丸也是相当的呼应跟这个钓竿的木柄什么的搭配之后简称绝配好，第一把上线呢，我先来的是8磅，也就是差不多0.6号的那个 Power Pro Super 8 Slick Version 2 Onyx 颜色所以这样搭配之后呢，这个钓竿的重心基本上就在这个前手把的大概前面的1/3的位置。所以呢，虽然说这个卡蒂夫的卷线器本身的自重很轻，然后这杆子的话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杆子，但是呢，这个杆子整体平衡本身就很好，所以呢，它装上这个轻的轮子以后也没有感觉到它压不到它的平衡所以它整体的手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那这支杆子的话呢，其实在天龙自己的官网介绍的时候就说它号称呢就是它有65的轻快的操作感，但是呢它有70的远投性能。那具体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要实测来检验喽。好了，杆子和轮子整合好了，再给大家瞧瞧这次一并升级的背包和用具。首先呢，是我升级了一个网子，这个是我现在用的一个网子它是个木框的有点像那个板球的拍子那么大，但是它这个很窄然后如果遇到大号的鳟鱼的话这个是不够超的，因为它的网兜其实也挺强，而且网眼真的是比较佛系所以呢，我现在升级的这个是美国牌子这个 Freebill 的话，这个它就是要宽很多。首先跟它比一下的话，你看这两个是吧，宽很多。然后呢，它的网兜要深一些，它网眼也密的。但这个它不是这种木头框的，它是铝合金框，然后加上这个塑料手把。这个网的话，它也是个浮水的网，所以说在我们溪流钓涉水等等，这个浮水的网还是很重要、很好用的比这个木头网还要轻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式的量鱼尺，这个是第一精工的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登山扣可以给你扣在包上。这边的话是一个硅橡胶带，给你它箍起来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收起来比较小。那这个尺子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上面带那个游标你看这游标的话可以整个尺子长度上面移动而且呢你把它放下来以后，它这个游标它可以翻出来的就变成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把这个尺子可以完全露在鱼体外面然后来量鱼，这样子拍的话可能比较精确一点什么。那这个尺子我也不是最满意，因为有2点第一个呢，它还是不够宽
它如果更宽的话，如果比如像鳟鱼的话，一般也就是这么宽的话，你可以让整个鱼啊都躺在这个尺子上面啊，这样子好一些，拍照啊什么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塑料的气味实在是好浓啊，而且我这个手碰了以后，这个上面好像已经有点开始过敏了，所以我们用了以后再看吧。然后再下面呢，就是这个包包也给我升级了这个的话是 Sims 它做的这个叫做 Freestone 的这个系列里面的 Hip Bag， 就是一个腰包这个 Sims 的话，其实它是炉吊和飞吊里面都是顶牌的这个做包然后做衣服然后特别是做那些防雨服那个 Gore-Tex 那些我也很喜欢用它的这个冲锋衣。这个包的话呢，它有几个点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第一呢，它是一个硬壳子，然后呢是容积比较大的这样子硬壳。它这个硬壳而且是拨水的，因为我针对的话主要是，比如说我要在溪里面涉水往上游走好几迈往下游走好几迈那种，不可能就是一天到晚回到我出发地营地什么来换东西什么的，所以我要求就是一个包的话必须要能够涵盖整天的这个钓具，对吧？所以你如果小的话，像我前面用的那个 LSD Design 的那个包的话，那就太小了你只能放一点点东西，而且它有些稍微盒子稍微大一些的话基本上就放不进那这个的话绝对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背负的方式作为它这样一个容积的话，我塞满东西的话，其实它是挺重的，对吧？你这样子背着的话，一直背在身上是人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站在水里面什么。如果它的设计不舒服的话，你这个钓一天鱼下来就腰酸背痛非常不舒服。那它这个包的话呢，虽然说是一个腰包hip bag 当然是有这个很宽厚的一个腰带支撑，但是它还有一个肩带，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好，能够让我把这个重量完完全全能够分散掉这样子分散。所以我在试了以后呢，就是装满东西背了以后一扣抽紧这样子，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呢，把它转到后面去，然后要的时候呢，直接拿到侧边来。因为 Sims 这一套包本来就是为非银钓钓鳟鱼的人设计的所以说呢，它整个一个提供的一些包的实用性的功能就是非常匹配那种涉水钓鱼钓一天那种情况，就是它为你提供一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一个大本营，让你可以把所有的工具什么都挂在上面那比如说像它背带上面这一个扣子这个扣子的话，它就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就是让你呢能够把这个抄网能够挂在身后这样子。所以这个扣子的用法呢，就是你在你的网子柄上装一个这样子的失手绳，这失手绳两头呢分别是接在这个强力磁铁的两端，然后在这一端上面再挂一个这个我们一般的这种登山搭扣小的登山搭扣，然后你用的时候呢，直接就是登山搭扣直接往这个它背包上面的小扣子上面一扣了以后，你就可以背了。所以它这样背了以后呢，这个网子就是挂在这里的，所以你这样抛竿随便你怎么挥是吧，都不会碰到。然后你走路的时候，你的腿迈起来的时候，不会因为有个网子，比如说挂在这个边的话，它就会踢到这个挂在后面的话完全没有问题。那你要用的时候呢，很方便就是这个手拿着杆子是吧？你这个网因为这是在旁边拿下来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强力磁铁的嘛。那你这个网子还是挂着失手绳的，没有任何问题。你抄完鱼了以后呢，你要把它放回去的话呢，你也不用把这个包什么拿下来的话，因为它这个位置很好。你看它这个位置的话，这个磁铁就在这边，你的低头一看就知道这个磁铁在哪里，所以呢就吸回去了，往后面一放，又可以继续钓鱼啦。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具体的看一下包包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带子这个肩带的话，它是完全可以取下来的就是这种搭扣。然后呢，它不管是它的腰带还是它的肩带，它的反面用的都是这种带点泡沫，然后呢，主要它是一个透气的材料。这样子的话呢，你在长时间的背负的时候呢，不会有非常热不透气的感觉，它很透气所以提高你的舒适性。特别在夏天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它的包的一个内容然后它怎么样分布的这个首先它是一个硬包，外壳是硬的，这后面也是硬的所以你里面放的东西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这个包里面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像我们就来具体来看一下。首先它这边的这主拉链它是270度
可开。就是开了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前面这个盖子就是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它不是完完全全就咵一下下来了，它这个很贴心的呢，就是它旁边它有布料给你拉住的。这拉住了以后呢，就是很防止你一开啊，站在水里面，大家知道哈，一开的话，你这东西全部都到水里面去了，这就完完全就讨厌了，是吧？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实用的设计。打开了以后呢，就是它整个盒子，它其实它前面那个硬壳啊，就可以像一个小的操作平台一样。你这个腰包的话，因为很方便，挂在这个腰旁边，你转到这个旁边的时候，你就在里面换钩子啊、剪线啊、换耳啊等等啊、穿耳啊等等，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里面啊。弄完了以后一关，没有东西掉到河里面去，所以是很方便的这样子。那我现在在里面放的呢是一个是就是小的这些硬耳哈，这个硬耳盒，然后还有一些偏大的一些。飞旋亮片 inline spinner 啊，还有一些偏大的一些鳟鱼的 spoon，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带挖的 presso 的一个专门用来挂那个小亮片的一个小皮夹子，这里面的话现在主要都是那些3克左右啊，或者是以下那些小的亮片啊。这个的话它是带那个登山扣，你可以直接扣在外面的。那我现在的话呢，因为一个呢是不太喜欢它老是挂在外面的，走路时候叮铃哐啷那种感觉。第二的话，里面还有的是空间，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哈，它这个硬壳前面它有这些它是一个软的一个海绵的，其实一层一层，这它可以整块取下来。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Sims 实际上它是给你设计的是给你主要是针对这个飞蝇钓的人用的，所以它这个上面实际上给你飞蝇挂钩用的。这一板你可以拿下来，一个挑啊是干啥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对他们来说。我现在的话呢是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回头的话我可以试一下，直接就把它的亮片全部都挂在这上面，应该也是可以的哈。小亮片这样子可以挂好多好多好多，一开就可以拿一个直接就是换上，对吧？这个很方便。但它的硬耳的话，估计就讨厌一点，因为毕竟3本钩啊什么的，它那个钩尖不埋在里面的话，这个会跟它后面这个 mesh 这个网会挂起来哈。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网，这个网子里面呢，它是单个的一个大口袋，然后你看里面可以放这些什么铅头钩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在后面的话呢，它这边有一个搭扣，这个搭扣是把这一块挡板隔板给你拉住的啊。顶开以后呢，它后面还有就是一个主舱，它这个主舱里面可以至少有那么厚啊，可以放2个这样的盒子。像这个大小的盒子的话，我就是放在那个 ARSD 那个小的挎肩包里面，就根本就基本上你塞一个进去，硬塞可以塞一个进去，让其他东西基本上就很难放了哈。但这个的话，这个容量对吧，跟那个包的话完全就不一样啊。那这种大小的盒子的话，像大一点的那个抽艇饵钓鳟鱼用的抽艇饵，很像那个 Lucky Craft 的那个7、8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哈。像这边这个这个是 Lapala 的那个 Countdown 啊，是 Lapala 的那个 X Wrap 啊，那个都可以放哈。所以这样一个盒子，再后面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还有2个这个小的网兜。这个是分开的，里面放钥匙啊什么，它本来这边就是有一个小扣啊，给你扣钥匙啊、扣啥的，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它的隔板的反面其实还有这个袋子，这也是一整个袋子，所以我在里面就放一些那些 jig 的软饵啊那些东西。为什么要放这些呢？对我来说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跑到那个鳟鱼溪里面，这个鳟鱼溪里面不单单有鳟鱼，还有小嘴啊，有其他一些鱼啊什么，所以那个 bass 那些用具啊什么我也会带一点的哈。这个就是它的好处，就是我带一个包然后它里面放最基本的 essential 的东西，就可以把你整个要钓的那个鱼种整个河里面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应变啊什么都给涵盖了所以说它这个大小又不是特别大不至于太大，然后不至于让你每一次都有这种搬家的感觉，所以说非常好。那再来看一下它的功能性还没有完哈。它除了它里面这些东西的话呢，还有外面的。外面的话呢，一个呢当然就是这个地方的扣子啊什么的我在这个扣子上面呢，我是加了这个 Smith 的一个 pinwheel。可以拉出来，这个上面挂的那个就是剪线器，西马诺那个剪线器很好用它是换饵啊、剪线啊什么非常方便。这边你看一开，然后我直接就这边剪线直接就在这边剪线，很好用。那然后旁边的话呢是给你插这个地方给你插这个脱钩器啊、止血钳这个止血钳。失手绳也是挂在这个扣子上，往里面一插。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给你插杆子啊什么的。
然后在这一侧的这个腰带上面，它有很多这种小扣子，其实它每一个扣子都是可以松开，你可以在上面挂东西啊，可以在里面插什么东西啊，什么随便你发挥了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功能性很好。这边的话呢，我挂了一个 ABU 的小包啊，这里面有我的钩子啊，然后有我的 GoPro 电池啊那些啊，这样换起来很方便。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这样子啊，两个搭扣。好，然后在这个腰带的这一侧呢，它还有一个拉链，有这么一个 pouch 小包。这个小包里面呢，你可以放太阳镜啊，然后像我的话，我就塞一个这个小耳盒啊，这个有的时候还碰到 crappie 啊什么，还可以掉一下，一拉，它里面还有空间啊，所以说它这个空间利用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然后这个包包呢还没有完啊，还有功能。我们看它前面硬壳前面外面哈，这一侧啊全部是那种尼龙搭扣，整一块尼龙搭扣，这个上面的这种这一块一块都可以拿下来的啊，这样子。这个是啥呢？像这个的话，它上面其实有两个。这个很像，这个日本的相扑运动员穿的这个马瓦西，就是腰带哈，或者说叫大号丁字裤。这个是干啥用的呢？这个其实啊，就是你比如说，咱给它放个瓶子，这瓶子呢放进去以后，它底下刚好给它托住啊。我这是给大家示范啊，绝对不是带油漆去钓鱼哈。这个是我做这个时候的油漆啊，它放俩瓶子这样子。他们鳟鱼钓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放一些那个 salmon egg 啊那些啊，或者甚至于是那个power beta 那些一小瓶一小瓶的东西，还有其他一些用法，因为我也对飞鹰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会拿那个塑料的罐子小罐子哈，装什么？装那个 JK。以前给大家分享这个钓溪流的时候，钓流水钓的时候，比如说用 tube 啊，这种 tube 的时候，里面那个 JK 的很大的一点就是经常挂掉，对吧？挂掉以后，所以你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带个几十个 JK 啊什么的，那你换饵的频率其实还挺高，因为一天饵挂掉的话哈，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每一次要换要重新绑一个 JK 啦，你就不用把这个整个包再转到前面来啊，再拿出来啊，再怎么样，直接这个 JK 的这边一拿，就是放在后面一拿拿出来，然后对吧？弄好了以后就放回去，就这样子，就在包外面直接就有这个好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钓溪流的鲈鱼啊什么也是有比较直接的一个practical 的作用，就实用的作用的哈。然后呢还没完哈，你可以把它翻过来。翻过来还有这两个搭扣，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网。这个小网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放一点那个浅的那个鱼呀什么的，他们飞钓里面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可以塞在里面。有的时候放个小地图啊什么的，因为如果是你要那个 hiking 要走路的话啊。然后更有用的是这两个尼龙搭扣这两个尼龙搭扣的话呢，是给你带水瓶子用的。好了，这样子一套，然后加上它本身比较大的这个空间容量我还可以在里面放一点饼干放一点什么方力大王那些零食啊什么的。这样子呢，你又有水，然后又有吃的，你可以钓一天。然后有些玩户外更加 hardcore 一点、硬核一点的朋友呢，可能就他水都不带他就带一个滤水器可能是滤芯，对吧？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钓鳟鱼什么的，那这个河里面小溪里面，它的水质本身就非常好，很清很清的，直接就滤一点这样子你也不用怕什么水喝完什么水永远都喝不完了哈。而且可能比这个直接带水瓶子也更轻便一些。好，这就是这个 Simms 的Freestone Hip Bag。美系的这么一个飞钓腰包的一个简介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种草了哈。那这个包包的话呢，是贵是有点小贵，但是它的功能性它做工什么的，它设计都非常合我的意好了，我的鳟鱼新套装开箱呢就到这边了。下一期就请跟我一起到我们美国东北来体验一下初冬的溪流大鳟鱼吧。